姓名？苏云。什么人？我长沙人。什么？你还长沙人？我当警官这么多年，就没见过你这么嚣张的。长沙是省城长沙啊。法医验证，那具女尸已经死很多天了，死者情绪目前还算稳定。说吧，为什么要杀他？真不是我杀的，你们抓错了。人赃并获，尸体都摆在隔壁验尸房，你还敢狡辩？胡说！我澄清一点，他是自杀。她是我前女友，所以我们之间发生点关系很合理吧？前女友，既然是男女朋友，那她叫什么名字？啊，这真没问过。自己这个一日之间的男友是有点不称职了，要不把他魂魄喊上来，重新问一问？看着自己如今住境，一脸麻瓜。法医物证检测结果已经出去，死者体表检出你的生物痕迹，人魂都证明二人存在近距离接触，现一路证据都指向你与被害生的死亡是严重新刑事犯罪，无论存在何种矛盾，都不该使用极端暴力方式解决。现在如实供述，才是唯一争取从轻处理的途径。小云啊，要媳妇儿不要，只要你开金口，我就给你送来。空姐哦，肤白貌美大长腿，校花级别的姑娘，很文静，会照顾人。那你就送来呗。22岁，1.68米，105斤，全国可飞。果然接受。写上验证消息，熟人介绍。云哥，你是个好人，别人以前都只会说换个姿势，只有你会安慰我，还要再加2个钟。云哥，我想青春永驻，等我走后，你将我练成僵尸吧。好，我想将自己最美的模样永远定格下来。发什么愣？说不出名字来，编，继续给老娘编。虽然我不知道他名字，但我们是熟人介绍的。什么？你不仅杀人，还真特么去嫖了，罪加一等。瞧瞧你们说的什么话！我跟他一见钟情，当晚就定了男女关系。可你们也知道的，日久才能生情，一日之间的相处怎么能妄论神圣的爱情呢？所以我俩完事后便分手了。他说我是个好人，舍不得我，我过意不去，便给了他2000分手费。这难道有什么问题吗？豪赌的爸，重病的妈，上学的弟弟和破碎的他，我不帮他谁帮他？杀人嫖娼先放一边，你虐待尸体怎么说？我们刚刚要是不来，还不知道你对尸体做什么。我只感叹，没有物质的爱情一盘散沙，有物质的爱情被警察抓。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了，其实我是个阴阳先生，是他自杀前要求我的，让我在他死后将他练成僵尸，为的就是永驻青春，在这个世界留下他来过的痕迹。你笑什么？抱歉，我想到了一些高兴的事情，我老婆要生孩子了。那你呢？我老婆也要生孩子了。你继续，我们受过专业训练的，一般情况不会笑。你看看这上面写着什么字？科学办案。什么年代了，相信科学懂不懂？敢拿乱七八糟的一套胡搅蛮缠。既然讲道理没用，那就讲物理吧。慢着，你不想知道真相吗？你招了？不是，我的意思是，我解释你也不会信。我打算将当事人招魂上来，让他自己说清楚。我真能召我前女友魂魄上来？还在吹？你可真是屎壳郎掉河里飘了。警官，反正我前女友尸就在隔壁，我速度快一下解决了。我要是不能让她亲口解释，那我直接认罪签字。好，不见黄河不死心，老娘倒要看看你能耍什么混花样。老子数到3，你要还不来你就别来了。腿麻了，来了。老五，研究什么呢？哦，小人啊，你看这尸体明明死了7天了，为什么皮肤还如此充盈，就跟活人一样有弹性呢？而且没有半点腐烂的痕迹啊，尸斑几乎都看不到，不合理。到底如何做到的？就算泡在福尔马林里也不行吧？连你这位从业30年的老法医弄不懂？看不懂啊，也不知道出自哪位名士之手，叹为观止。对了，小人，你们这是打算做什么？哦，这小子死活说自己会招魂，要将死者魂魄召上来问问案情。小伙子，死者为大，别闹。什么招魂不招魂的？老头，我干这行那么多年，什么诡异尸体没见过，唯独没见过魂魄。你骗骗别人也就罢了，想骗老夫这个行业人，你还嫩了点哦。这尸体是我用炼尸之法保存的。你请。你们要不把记录仪打开吧，我怕你等会儿赖账不承认。你是不相信我一个公职人员？相信，只不过我现在疑心有点重。哼，老五，这小子刚刚说的什么炼尸之法，你听过吗？未曾听说。没听过，那你这么惊讶？闹呢？
正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老头，我干这一行那么多年，还是有点眼力劲儿的。就他那泰然处世的气度，以及这保存尸体的方法来看，就不是简单货色，要么经常杀人，要么是常年与死人打交道。这尸体放在收藏界，那也是一道稀世艺术品啊。老祖传牌令：金刚两面牌，千里拘魂阵，快入本性来，魂归来兮，魂归来兮。玩魔术呢？他都没碰到天物，竟能让其拐弯。当初咱们警校时，那到底什么这个吧？请魂香，得让他尸体感受到烟火气，才能更快更准召唤魂魄。毕竟我不知道他名字。说的这么牛逼，怎么还没反应？急什么？人家魂魄在外面溜达，回家不得要时间的。你打个电话，信号都还得去电话塔再转出去呢。从尸斑和僵硬程度看，死亡时间不超过12小时，但这符咒，这是邪术。先别妄下定论，查清楚符咒的来历。我听说最近这一带不太平。不管是不是邪术，线索都指向人为。查，你不会是想拖延时间吧？行了，快认罪，别耽误大家。妈呀！诈尸了！诈尸了！妈呀！诈尸了！诈尸了！云哥，对，是我，在那边没人欺负你吗？大家都知道我有人罩着，干什么都很顺利。那就，如果有人欺负你，列个清单给我送孟子。老子干不过活人，还干不过死人，就算立了，我也给他招来抽几个大逼斗。云哥把我换来，是你答应我的事，要成功了吗？没有，本来到了关键时刻要成功了，这些警员将我一把带走，还说我杀了你。你把我们之间的事解释解释吧。对不起，云哥，我也不知道会给你带来那么大的麻烦。云哥不是坏人，他是好人，我见过最好最好的人。行了，软软，你先回去吧。我答应你的，一定会办到，保证让你以另一种方式，在这个世界活下去。唉，也是个苦命人。喂，当事人可都解释清楚了啊！你要干嘛？呸！我是给你订魂呢，你以为我占你便宜？抱歉，无碍，前面有个失误呢。我现在能带着尸体走吗？你可以走，但尸体不行。任姐，可是局长他们有吩咐。还不是张家的事，他们给局长施压，只给我们最后1天时间。破不了案，我们所有人的职业生涯都要止步，局长也扛着巨大压力。这简直是强人所难！这案子是我们和南局联合竞争查办的，凭什么只施压我们北局？南局之所以有恃无恐，是因为他们请来了大神林峰。是那个半年破百起案件，破案率100%的刑侦之王林峰。我记得他当年追过你，被你拒绝后，就一直处处针对我们。阴里阴气的，我从不在意他。想胜过我，要么武力，要么实力，他都不配。今早他还特意打电话耀武扬威，实在令人恶心。任姐，你别慌，案子全程没有人为线索，就是意外，他再厉害也查不出问题。晚了，林峰刚接手就突破案情，直接定为谋杀。再给他时间，北局必定颜面尽失。这么快就突破了，这下麻烦大了。有了，南局有林彬，我们北局有大神，找苏大师出手，定能抓住凶手。他确实有通天本事，可我们非亲非故，他未必愿意帮忙。关系可以慢慢处，实在不行，你稍微出手拉拢，绑定这位大神，我们北局直接起飞。我有件事想拜托你帮忙。抱歉啊，我没兴趣，我只想回去练僵尸。咱就当交个朋友嘛，多个朋友总是好的。以后有警方这层关系罩着，你办什么事儿都会很顺，你说呢？等等，你要做什么？向潜规则我？苏哥哥，你就帮帮人家嘛。你笑起来难看死了，我还是比较想看你哭的样子。答应我，以后不许骗我。要我帮你也行，但你必须答应我2个条件。说，我要带走软软的尸体，我答应过他要练成僵尸的，这是与死者的约定。若是食言，我会遭反噬。这不符合规定啊！我必须将尸体交给他家人处理。他活着被家人糟践成了这样，死了你还要丢给他家人，你还有没有一点良心了？来，我摸摸。至于你说的规定，这对你们有背景的大人物来说算个事儿吗？老手来月经，多大点的事儿？我相信你能解决，不是吗？这种话也是能拿上头面来说的。好，我答应你。第2件事，这个就更简单了。别看我是个阴阳先生，其实我从小怕黑，所以下次你要有事来找我，能否穿上黑丝过来？没别的意思。
我就是想挑战一下自己的软肋。你们真想看太平间尸体跳舞？我从没听过如此过分的要求。既然如此，那就成全你们。阿 Sir， 你这用的什么香水啊？很好闻哎。六神。不愧是警花，连香水都这么与众同。云哥，听说明天那张老爷子与市里领导会亲自下来看刑侦之桩破解此悬案，我们局里能不能保住经费和上升名额，以及这职位就全靠你了。我记得破悬案是有钱的吧？有，局里给了10万奖金，另外张家又给了30万。那行，破案后记得把属于我的那部分分给我啊。放心吧，少不了的。怎么你张口闭口就是钱呢？烈酒难消世间愁，唯有碎银解千愁。你一个白富美哪里知道我们底层人的苦？我穷怕了，就喜欢钱。有钱人有什么好的？我就喜欢花自己的工资。你不懂，有钱人轻而易举就能拥有很多姑娘的青春，而我们穷人努力奋斗一辈子都不一定能拥有一个他们曾经拥有过的姑娘。那你穷的时候做过什么卑微的事吗？当然，因为穷娶不起老婆，所以只能蹭左邻右舍的。你这是卑微币！你还喜欢别人的老婆，不怕别人打你？他喜欢他老婆，我也喜欢他老婆，所以我们是一路人。他凭什么打我？还有多久到？到了，我去找工作人员开门。云哥，你看，有头绪没？一尸两命，怨气不得散，横死。若不给他平息怨气，恐怕以后会出问题。出什么问题？正常人死了是游魂，他们这种含恨含冤、带着仇恨死的叫鬼煞，而医院本就是大阴人之地，各种病的人、魂魄都会在这儿游荡，所以医院时常会有一些灵异事件发生。鬼煞在医院这种地方会成长，吸收各路怨气，成长为厉鬼、鬼母煞。你说厉鬼会做什么？嗷！当然是来你索命啊！你王母婆婆来月经发神经啊！乱喊什么？将腿绑一下吧，别冻成老寒腿了啊，神经会坏死的。哼，烦你！这是做甚？压杀器，我没带工具和法器，这指尖血至阳，是普通人能最轻易弄到的压煞批次，对付一下游魂没问题。对未成气候的鬼煞也有一点克制作用。当然还有童子尿，只是咱们之间有童子鸡吗？任队，你们这是要做法吗？咱局里啥时候信这个了？这位赵院长，这位李主任，这位苏大师，我们打算将死者鬼魂换来，看看能不能查出点东西。任队，我知道案情遇阻，你很急，但你先别急，你这是病急乱投医了啊！我们在太平间来了不说100次，也有99次了，哪来的鬼魂之类的？咱医院也没有灵异事件，你可别被骗了。是呀，这些年我们从阎王手里抢回来的不知道多少。真要有鬼，那让这些尸体起来跳跳舞啊！我顺便拍个视频发抖音，记录美好生活。你们真想看太平间尸体跳舞？我从没听过如此过分的要求。既然如此，那就成全你们。大师，哥，你理智点，你这么高，我们无伤闹都得丢啊！广场舞，苏某也是略懂一二的，当初小学妹还叫我广场舞王子呢。我就说，夜班上多了会出幻觉吧？完了！你说你俩惹谁不好，惹他干嘛？我操！太平间跳广场舞，要不要这么骚啊？这下怎么办？就打的不会被吓死了吧？估计精神创伤是免不了的。要不要打个120，顺便给他们挂个心理科？还我母子命来！叫你来是为你申冤破案的，好你妈的好！蓝火还带特效的。好，这叫烈火掌，感化不了那就火化。行了，你已经死了，就别来阳间祸好。你把你冤屈说出来，这几位都是警官，我们会帮你弄死凶手的。是孙子，我扶持贫穷的他富贵，他却与初恋保姆勾结，骗我在家养胎，暗中转移我的钱财。二人早已私生一子，他们趁我熟睡，密封门窗，开打开定时烤箱，火柴引爆，活活烧死我和腹中孩子。死后我亲眼听到他们的阴谋，拿着我的钱财嘲讽我。孙子，畜生啊！他妈的禽兽！你放心，我们定会查清真相。明日市里领导到场，必还你公道。我不要！你们难道还能杀了他？那活人的公道是给你父亲和你家人的，你们死人的公道，我来先进去，到时候我来安排。事实证明，爱一个人是藏不住的，但爱2个人必须藏住。所以人心太复杂了，我情愿跟死人打交道。你说的，舒服吗？我摇戏吗？擒拿手！误会，这都是误会啊！我现在能体会张老爷子的痛心与焦急了。独女百亿家财，却被外人杀害夺产，我估计他心里早有怀人血。人死如灯灭，再多钱财也带不走，好好珍惜活着的每一天吧。你们希望未来家人看着你们尸体说什么？说爸爸，我好想你。爸，我继承了你的警号，我希望他们对着我尸体说：我操，动了，他动了，滚！行了，这边证据也到手了，你们自己忙吧。你要去哪儿？上班啊？不上班行不行？不上班你养我，这也不是不可以。去你的！你还是去上班找活计吧。软软的尸体你什么时候带走？不急，我先找住处安顿好，再联系你们。
我没车，到时候麻烦你们帮忙送一下，总不能背着尸体到处跑。那怎么保存？你让老五放阴暗处，别让生人触碰，别放冷柜，他生前怕冷。入味了。你要不要这么变态？你还给我！加一个。你想撩我？抱歉，我只想安安静静当个美男子。谈恋爱太费钱，一聊就各种琐事，直接家徒四壁，不谈。撩你妹个腿啊！你如果不要悬赏金的话，嘿嘿，等钱来了可就劳烦姐姐啦。对了，你有没有辟邪的东西？卖我一个呗。这是50年天然雷击枣木，辟邪效果极强，鬼祟不敢近身，行里人称雕雷老木，可遇不可求。多少钱？别人4000，你5000，生人坑一半，熟人大满瓜，谁让咱们是朋友？就这块破木头收我5000，外面雷击木才几百，你比杀猪盘还狠。这是50年天然雷击老木，我还加工过，有价无市，关键时刻能保命。外面都是人工假货，纯属糊弄鬼。要不是咱们有交情，我根本不卖。谢谢了。甭客气，以后我犯事了，你网开一面就行。想得美，必须从重判。孙子无论是否认罪，你都可以打开葫芦。我已经交代好女鬼，她知道怎么报仇。姐，我出1万，把这木头转卖给我呗。别来这套，不干。真是奇人，有这份证据，我们这次彻底赢麻了。任姐，刚才云哥跟你说什么悄悄话？是悄悄话，凭什么告诉你？没想到咱们高冷的任姐也变得这么损了。快走，我叔他们已经带着张老爷子赶往案发现场，我们必须赶在林峰之前破案，碾压南局。赵，慢点，不用扶我，我还没老到这个程度。你们有这个心思，倒不如全用在我女儿案件上。是，我们已经在努力侦查了。任局，这种没意义的官话就不用说了，我已经给了你们北局很长时间。今日，我女儿这个案件一定要有个结论，我等不了了。你们不知道，我现在每天晚上做梦都能梦到我女儿给我哭着说：“爸爸，我好疼。”张老啊，这大刑事案件侦查半年甚至数年的都有，您这才7天，确实难。老人啊，不是我说你，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你7天没有进展，我侄子林峰可就不一样了。昨日入手案件一查，立马有了突破。您老放心，我侄儿可是警界新星，更是被业内誉为刑侦之王，那可是实打实的成绩，战绩可查。有他出手，就没有破不开的案件。可不像有些靠关系走上位，被吹得神乎其神，实则沽名钓誉的花瓶呢。今日定给张老一个交代。什么意思？我侄女的成绩做得了假吗？我一个小局长能有什么心思呢？我不过说个事实罢了。做不做假，咱们以事实说话。说话别这么难听。任队长好歹是我学姐，就算实力差，也算有点成绩。年轻人，做事不要太嚣张了。这不叫嚣张，这叫自信。任局，这案子是任警官负责的吧？今日他怎么不敢来现场？我还等着看他破案，让他给我提点建设性意见。哦，你确定想要我给你建议？我的建议就是你现在再立刻回去，否则别怪我破了你的神话。莹莹，我倒没事，可今日这局面，学姐你还想破我的记录？你能破早破了，不如你做我女朋友，我保你以后前途坦荡。就他这模样，也配追求咱队长？想追我们队长，等海贼王完足，柯南长大再说吧。你们的恩怨老夫不管，我现在只要破案。你不是刑侦之王，立刻去查。是。爸，这案子多次核查都是意外，您千万别气坏身体。你一个上门女婿，没照顾好我女儿，也敢教我做事，我怀疑我女儿是被人害死的。爸，您难道怀疑我是凶手吗？没错，老夫就是怀疑你。我是半个儿子，您怀疑我很正常，您尽管查，我问心无愧。怎样？查出什么线索了吗？此案手法天衣无缝，是我最难的案子，给我3天，必能破案。3天又3天，你们这群人都是饭桶吗？张老息怒，我侄儿是刑侦之王，他不行，没人能行。谁说没人行的？张老，我已经破解案发全过程，查到真凶了。你昨天还说是意外，今天就说是他杀，那你倒是说说凶手是谁？莹莹，别乱说话。我没有乱说话，真正的凶手就是他，孙子。这是诽谤，我要告你诽谤！执法人员岂能胡乱断案？没有证据，不过是刻意拍马屁罢了。此案是孙子与家中保姆联手作案，全程谋划缜密，刻意伪装成意外火灾。孙芷，你还有什么话要辩解？这只是你的猜测，没有实质证据，就是污蔑。执法办案讲究证据，不是凭空臆测。任警官，请拿出证据。不用你们教我规矩，我敢指认，就有办法让他亲口认罪。我倒要看看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就是他，孙子，是他联合别人蓄意谋害我。除掉张玲玲，凶手就是我。我倒要看看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怎么突然降温了？一股冷风直往骨头里钻。平白无故这么凉，这天看着也不像要刮风，实
实在有点邪门。就是他，孙子！我和初恋密谋许久，是他联合别人蓄意谋害我。除掉张玲玲，凶手就是我！立刻松手，不要冲动！这什么情况？刚刚还一口咬定自己不是凶手，怎么突然认罪还吞枪自杀？他到底如何做到的？这不合理啊！你不配我人姐优辱，咱们几天前就查出端倪了，直到昨夜才确定而已。什么刑侦之王啊，与我人姐一比太差劲了。你还是滚回市里，别丢人现眼了。你，长老，案件已破，还有一位帮凶，我已经让人去缉拿了。好，这孙子骗财骗色，还要我女儿性命，这般作恶真是罪无应得。先前老朽言语过激，多谢二位全力破案，我一定会向上如实禀报你们北局的办案效率。另一个帮凶，我定会警方北作案到底。客气了，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宗旨。我安排人送张小姐遗体回张家，老朽亲自去接女儿，多谢了。哎呀，随手破一件悬案，今晚全局加餐，老林要不要一同吃饭？怎么看你一脸不开心？局长，您说屎壳郎碰上拉稀，白跑一趟，还能笑得出来吗？瞎说什么大实话！今晚你自罚3杯。别得意，风水轮流转，我们走。你守不住配枪，直接被开除。太解气了！等张老向上美颜，我的位置还能往上挪挪。快说说你是怎么让孙子认罪的？当然是凭我超绝的刑侦手段啦，不然呢？可拉倒吧，你几斤几两我一清二楚。老实交代。好吧，不是我破的，我们遇见了一位高人。我纵横警界多年，什么血腥场面没见过，还能被一桩刑案吓到？过程会颠覆你的认知，你最好别硬撑。所以，这个世界是有鬼的？呢？以前我也不信，但现在我信了。我出去抽根烟缓缓。天哪，我真见鬼了！这件事必须守口如瓶，赏金全部送给苏先生，再多备锦旗，务必牢牢结交位能人。你父亲蒙冤入狱，人家岌岌可危，苏大师是我们翻身的唯一受了翻身。我才不想见他呢，恨不得打死他。任性，挤进市局是我们第一步，想要为父亲平冤，只能依靠他。行，我去结交他。我加班一夜要去古玩店雕雷老木挂件。这孩子咋还骂人呢？一群废物饭桶！立刻查清北局一夜破案的真相，我绝不相信任云英有这般本事。局长，查到监控，昨夜任云瑜带走一名嫌犯，还一同前往中心医院。破案关键大概率与此人有关。那嫌犯叫什么？苏云。去给我盯着那苏云，一有问题立马抓回来。他人家的人敢剁我面子，抢我功劳，我就剁了他的狗腿子。王老在忙。哟，任警官来了。今日是来买东西还是查案子啊？我等良民必然配合。今日休息，来找你雕个挂件。我封刀很久了。别啊，都这么熟了，又不是大东西，分分钟解决了。整个县城谁不知道？就王叔你手艺最好。你这丫头，行，当年你爹帮我找回了那件丢失的文物，这恩情我可记着呢。一般人找我，老朽鸟都不带鸟的，但你就不一样了。把东西拿来吧，我给你雕。给。就这个破木头，你来找我？等等，这木头你哪儿弄来的？哦，一个刚认识的朋友卖我的，说是什么50年的雷击木来着，收了我5000。咋，有问题吗？莫非假的？是男朋友吧？就普通朋友，昨夜阴差阳错认识的。你这丫头还给我装，谁家普通朋友5000块钱卖这个？要不这样，3000万我收了。多少？3000万？收这块胶木头？什么破木头？我不许你这样贬低一块至宝！要不是这么多年交情，老夫不必然黑了你这块雷击木。实话告诉你吧，3000万都还是保守的。这木雷性十足，乃是极品中的极品，就是5000万都有人要的。常戴在身上，还能免除很多病痛灾祸，能改变磁场，改变运气呢。老夫当了几十年馆长，也没见过成色这么正宗的。5000万？不行，我得还给他，不能欠他如此人情。哎，别，他送你这个应该是另有深意。这雷木好像被人处理过的，而且手段相当之高。如果我没看错，送你那人有道行吧？有，是个阴阳先生，极其厉害。那就对了，老夫当年倒斗，当年去地下鉴宝时要有这个护身，省城那个大墓我早进去了。你当着我的面说这个不太合适吧？没事儿，我早就洗白转正了，不怕你们查。我早年给你父亲说过，你八字无火天血，命中有劫难，所以叫你爸让你进了警局，因为警局代表白虎，五行属金，尊杀法能降低灾祸。而赠你雷击木那位高人，应该也是看出了你命格缺陷，所以特意赠宝。对，我记得他当时说，这个关键时刻能够救命。难道？那你还是给我弄个挂件吧，回头我把差价给他补上，不能让他吃亏。行，给我1个小时。铸金求子的广告呢？咋都不见了？这年头富婆的老公一个个都行了，怪不得视力越来越差，穷的都看不见钱了。
靓仔，你是在找地方住宿吗？对，在找呢。那你是单身吗？是单身，咋了？那真是太好了，我这儿有房间，你要不要来看看？这个住宿，它正经吗？这房子倒是正经，但又有些不是很正经。要不你跟我去先看看吧，我这收费很便宜的，你放心。我就喜欢不是很正经的房子，嘿嘿。那走吧。这边，再绕几个巷子就到了。别看房子比较偏，但是它安静，环境还特别好，不会有人打扰到。我就喜欢安静。姑娘，你多大了？17岁，刚上大一，医学院哦。你才大学生就出来干这个？哎呀，我爸爸让我干的，说放假在家总得找点事做。我操，你爸让你干的？你还真听话呀。是呀，他要打牌没空，所以就让我自己干了。刚做这行？我胆小，不太敢和别人说话。你是我拉的第一个客人。还有多远？到了，就在这儿。哪儿呢？这一栋就是啦，怎么样，不错吧？只要500块钱1个月哦，也是看你分哦，不，看你帅才租给你的，一般人我可不让租。这房子一般人可镇不住，槐树招阴，又叫鬼树，景生阴凉，反而助长了树煞。这地方阴煞俱宅。这座也是你家的？对呀，一起租给你，一份房租给2栋，划算吧？真是地壁府拉满了。怎样？要不要租？你要嫌贵，我再给你降100块钱，但最多只能这么优惠了，不然我爸知道会打死我的。其实我就想说一声，房子我租。不过你既然减少100块，那更好了。宅子阴气极重，不过我就喜欢这种地方，利于我养僵尸。有合同吗？咱们签个合同吧。有的，我这就去拿。对了，小月，有句话不知当不当讲。你说嘛，苏大哥，我听着呢。以后没事少出门吧。像你这么清纯漂亮，又穿那么好看，很容易被变态跟踪的。我昨天就跟丢了好几个。苏大哥，你真有趣，哪有变态会自己承认的？而且法治社会呢，没那么多变态啦。谁说的？变态多得很。以前我们村就有3变态，最后我实在受不了了，就跑出来打工。现在应该还剩2个。这神经兮兮的房客还蛮有意思。对了，我家就住那一栋，有事你可以来敲门找我爸，或者微信找我也行。我先回去看书，马上就要收券了。去吧。小伙子，可别贪图便宜啊！这屋子一般人住不了多久，有那么一点邪门，今年都换好几盆住客了。唉，不怕，小子相信科学。另外，你们都是邻居，你拆房东台不是很合适吧？友情提示一句罢了，又一个不知死活的。老弟，怎么回事？来了。我怎么觉得空气好像凉了很多，突然变天了？不是变天，是脏东西来了。什么脏东西？你是说这赌场真的有鬼？我就说昨天怎么鬼迷日眼的，原来是真的啊！没想到居然还有人养外国货，这是古曼童。哦，忘了你看不到了，我给你小刀扎屁股，开眼。我的妈呀，这就是古曼童！古曼童与小鬼不一样，小鬼是生下来夭折的孩子，被用特殊方法处理做成了娃娃，并强行将灵魂拘泥进去，充满了欲望和邪恶，收获与风险是成正比。小鬼能力也比较强，能帮供养的人做很多事，但有可能会反噬。而古曼童不一样，是那边的法师用各种材料做成娃娃，供堕胎或者意外流产的孩子灵魂入住。他们天性善良，不会反噬，也能帮人招财保佑平安，属于正能量，只不过效果不如小鬼罢了。供养古曼童也可以给孩子提供投胎的机会，而其投胎一般也都是投在供养人家里，为他家带来福气。你不是说他是正能量吗？怎么我看着不像？养肥了呗。古曼童需要供养人多陪伴，给他关心，给他爱，注输纯良思想。但他这个浑身杀气，肯定是按小鬼的办法养的，黑化走上邪路了。老弟，你这太猛了！我就知道你是个有大本事的人，真是钢管捅青蛙顶呱呱呀！对了，你打算怎么解决这个东西？一巴掌拍死吧，留着也是祸害。他说啥？我哪知道，我又不是歹国的，听不懂。我有一个大秘密，只要你不杀我，我就告诉你。这就开始反噬了。行，咱们去厕所。
姐，有事快说，否则我把你脑袋扭下来当球踢。我说我的供养人他……这家赌场那么黑，今日要不是老弟你，恐怕我赢了那么多，得被拉去拆零件了。大案，大功德。喂，有什么事吗？哦，我问问我的赏金下来没？你他妈，你是怕老娘吞你的钱？就问一句，对了要功劳不要？功劳？什么功劳？跨国大案，贩毒、器官买卖、偷税漏税，地址在……等等，你说你打个牌，顺手就又破了一个特大案件。别啰嗦，快多带点人来，他们人有点多，还有枪。我现在在厕所呢，情况紧急。局长，别躲办公室看小电瓶了，快带着全部警力跟我出动，大事！老弟，你不报警，你给谁打电话呀？报警还得转线，能有我 VIP 通道来得快吗？我直接给局里打。咱已经被盯上了，若是在厕所太久，恐怕他们会围堵过来，直接打死咱啊！遇到事情不能坐着放屁。你想不想化身成为绿巨人？想。那你想不想洗干净罪孽，重新投胎做人？想。好嘞，你附在他身上，然后带路咱们擒贼先擒王。等完事儿了，我送你投个好胎，我下面有人脉关系的。你最好老实点，别给我耍花招，不然我让你分分钟魂飞魄散。包你满意。这是要干……站住！想闹事？没错，我们想砸场子。小子，你俩找死！上，全部撂倒！我操，我是被鬼附身了！原来我的身体那么牛逼，是我灵魂给拖后腿了。打，给我往死里打！撩阴腿来一招千年撒通他！倒是我小看你们了，居然连我的古曼童都能策反。手拿把枪。不好，阿强，收手吧，外面都是警察，我们逃不掉的。对了，大师，手术室还有一个小孩子，你要不要去救救？行，你看着他，回头完事了我给你一个清单，你自己选下辈子出生与出生点。都给我举起手来！你们稳住局面，马汉王朝，随我找人。糟了，不在厕所，难道被抓走了？任姐，咱这是找云哥。没错，快给我找！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来了，挺快的嘛。还好没事，你差点让老娘担心死了。你这是在做什么？你没看到吗？纳米救援，他摔了一跤失去意识，我在给他做心腹复苏啊。那你抢救的怎么样了？放心，经过我的抢救，他已经没有活过来的风险了。我操，我死了！女孩子家家的，别动不动卧槽，多不文明，影响你女神形象。你可以换种说法，比如倒过来说。倒过来说，曹窝。嘿，那可真是太好了，我答应。去死吧你！我的天哪，任姐，我云哥一个电话你就完全相信，直接大张旗鼓奔赴而来，你就没有怀疑过半点？还得是我云哥啊，随手又是一件重大案件，还把咱任姐调教的，我就知道跟着云哥的步伐准没错，捣毁一个大窝点，那可是滔天功劳啊！这位就是苏大师吧？幸会幸会。不知你是怎么知道这赌场隐藏那么多黑色产业的？他告诉我的。那个大夫被他打死了，然后他俩还大额赌博。胡说什么？那是自己摔死的。我亲爱的苏先生给他抢救呢，虽说抢救失败，但如此救人刑警应当表彰。至于赌博，沈先生那可是我警局安插了数年的线人，这叫钓鱼执法。二位先生，你们说是不是？不愧是局长，说的在理，大家都自己人呢。年轻人学着点。对了，苏大师，法医老五快退休了，我警局还缺个法医，你看有没有兴趣？法医，我咸鱼也喝惯了。莹莹啊，你跟苏先生走走，看看还有没有漏网之鱼，这里我来处理就好。叔，我觉得有些不太妙，好像天塌了。